最近有此一说，自然感染新冠病毒产生的抗体，也就是自然免疫力，比打新冠疫苗出来的疫苗免疫力还要强，这是真的吗？今天我就带大家来事实查核。大家好，我是 Dr. Lin。首先，让我们先了解3个字词的定义。第一，先搞懂就不会打模糊仗了。第一，自然免疫力 （natural immunity）。自然免疫力就是透过自然接触到病菌所获得的免疫力。第二，疫苗免疫力 （vaccine-induced immunity）。疫苗免疫力就是透过疫苗施打所获得的免疫力。第三，突破性感染 （breakthrough infection）。突破性感染就是打过新冠疫苗后发生新冠感染的意思。最近，美国疾病管制中心 CDC 在2022年1月28号发出了一个周报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他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表了一个 Cohort Study 世代研究。这个研究呢是统计2021年5月份到11月份在美国加州跟纽约的疫情状况。这份研究的统计人数在加州有75万人，在纽约州是35万人。那这个样本数的 sample size 其实算蛮大的，是很值得参考的。这个研究呢，把人群分成4大类。第一类就是高度最高的深蓝色实线，就是没有打疫苗且没有感染过新冠的人。第二类就是蓝色的虚线，就是有打疫苗但没有感染过新冠的人。第三类就是浅蓝色点点的线，是没有打疫苗但是有感染过新冠的人。第四类是黑色虚线，是有打疫苗也有感染过新冠的人。这张图上，横轴是时间，纵轴是住院风险比率。我们可以看出5个大重点。第一，未施打过疫苗且未经历过自然感染的人，风险最高。第二，自然感染后打疫苗和不打疫苗在住院率上没有显著差别，也就是浅蓝色点点的线和黑色的线几乎是重叠的，没有太大落差。这代表2群人所得到的免疫力是一样的。第三，打了疫苗但尚未自然感染的人，他们住院重症的几率比自然感染者高，也就是蓝色曲线从7月份开始比下面的2条线一直都更高。第四，这份美国 CDC 研究还发现，在去年6月份 Delta 病毒株窜起之前，从新冠自然感染中康复后又再次确诊的人数，比打过新冠疫苗后再次确诊的人数来得多。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从新冠自然感染中康复后再次确诊人数却比打过新冠疫苗后再次确诊的人数就来得少了。这就说明自然免疫力的强度再改变了。第5点，在这份报告里的最后总结里面有一句话 Studies have also demonstrated increased protection in persons with previous infection with or without vaccination relative to vaccination alone。 这段英文的意思就是有经历自然感染的人，不管有没有打疫苗，得到的免疫保护力都比只打疫苗但没有经历自然感染的人来得高。以上的数据很惊人也很有趣吧，真的是很让人意想不到。相关链接我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参考。其实疫苗施打到第4剂的模范生国家以色列，在2021年8月份之后就指出，自然感染 Delta 病毒株之后，比打2剂 BNT 疫苗能够提供更持久且更强的免疫保护力，来对抗感染与住院率。因此，这份美国 CDC 在上个月发布的报告，等于就是再次确认以色列早在去年所观察到的现象，那就是自然免疫力似乎胜过疫苗免疫力。而另一个关于突破性感染与自然感染之间的比较，也在上个月出炉了。2022年1月25号，在 Science Immunology 期刊上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先打疫苗后再发生突破性感染，或者是先自然感染后再打疫苗，不论是哪种先后顺序，这2种混种免疫 hybrid immunity 的方式都能够提供高强度的保护力，而且是比只打疫苗但没有经历自然感染所产生的抗体强，至少10倍以上。从以上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知，借由自然感染而来的保护力，并没有比疫苗免疫力来得弱哟。从这些研究数据来看，我们应该保持理性，不该去歧视新冠康复后且没有打疫苗的人，他们体内的抗体甚至是比只打疫苗但没有经历自然感染的人高出许多哟。自然免疫力其实代表的就是自愈力，
也就是身体自我康复的能力。倡导自然医学的人常常会传达一个想法，那就是要相信自己的治愈力。我想了想，其实与其说相信，不如是说用科学数据来阐述和证明。这也是我想倡导的有科学实证的自然医学，以科学数据来验证身体与生俱来的智慧。身体与生俱来的智慧，说白了，也就是人体正常的生理机制。而自然医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协助大家把身体卡关的 bug 排除掉，然后 restore health 恢复正常的生理机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份研究，就是用自然免疫力的数据来具体阐述治愈的一个好例子。虽然说最近英国研究已发现，感染 Omicron 的人高达87%会自动康复，不必占用医疗资源，而且有助于达到与病毒共存。而且这是 Omicron 走向轻症化与感冒化的重要指标。但我今天绝对不是鼓励大家要故意去自然感染，而是要理性的用数据来判断，来理解现状，并且做好对应的配套措施。所以还是别忘了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健康的生活形态与健康饮食，让你的免疫力维持在最佳状态。Omicron 的感染虽然大多是轻症，但是还是不可以轻忽。最后，若你是未施打过疫苗，而且没有经历过自然感染的人，根据这篇报告的数据，我们很诚实的说，你的确是感染的高风险族群。对于这群人，请看我另一篇 FB 文章，里面有更详细的建议，连结一样会放在影片下方的资讯栏里面。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事实查核解析，也别忘了订阅、按赞和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